这一定是我见到过最牛逼的男人了，被困在了无人森林当中。而他为什么要盯着这棵巨树不放呢？难道说这里藏着什么求生密码？看到大树里的结构了吗？阿水认为这里面有一个很大的隐藏空间。经验丰富的他拥有着在雨林生存的专业技能。放下背包之后，他把工具组装好，开始清理树洞的内部。正当他清理的时候，他竟然真的发现了一个隐藏的树洞。整个古树内部的空间非常大，他决定把第一个隐藏空间先填入石头，然后把它改成一个火炉。黄土在野外绝对是非常好用的建筑材料，他把黄土做成了泥球状，在没有工具的情况下，球状的黄土更利于运输。阿水把这些黄土全部拿进了洞内之后，再一层一层的铺在树洞的凹陷处。虽然现在还是晴空万里，但东南亚的雨林在夜晚来临时大概率会下大雨，而温度也会随之下降。阿水也要加快他的建造速度，他要在夜晚来临之前把火炉建造好。如果此时被困在这里的是你，只能带3件装备在这里生活5天，你会带什么呢？树内的暖炉必须要配备一个烟筒，而烟筒的材料也只能从森林里面寻找。这些葛藤可以当作绳子来使用。把葛藤盘好之后，他又砍出来了7条细树枝，接下来才是真正展现智慧的操作。他将细树枝插入土中，勾勒出烟筒适合的大小。随后，他拿出早已备好的葛藤，通过螺旋缠绕法对树枝进行捆扎，最后构建出一个高约50公分的圆柱形骨架。接下来，阿水把烟筒严丝合缝地放到了火炉上，然后将黄土均匀地涂抹在骨架外面，彻底密封了所有的空隙。这样做不仅能让烟筒的结构变坚固，最重要的是还能增加它的耐火性和隔热性。想让火炉快速的晾干，最好的方法就是把火炉点燃。他用小刀在柴火上削出来一层一层的木茬作为引燃物，然后把柴火放进了火炉内部。打火时产生的1000度火星瞬间点燃了带有油脂引燃物。他把火种放进去之后，开始对着入口吹气。当火点燃之后，烟筒内的烟雾开始向上吹。目前看来，阿水做的烟筒非常成功。但是当他从外面拿回来石头之后，树屋内部已经被烟雾弥漫了。他决定快速的重新改造火炉，直接利用树洞里面的空间做火炉，看来并不可行。他很快就利用石头和黄土重新搭建出了一个新的。然后他要做一个非常厉害的取暖装置，他在外面找到了石板，切成一样的大小，然后铺在了刚才制作的火炉上。只要把火点燃，炉内的火在下面燃烧，热度就会传到石板上，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天然的火床取暖法。接下来，阿水要展示如何在野外捕获猎物的技能。他在草丛中做了一个陷阱，只要有猎物触碰这里，上面的树枝就会压下来，推动带尖的机关。为了更好的吸引猎物，阿水还在上面做出来了一个诱饵。他对于自己的捕猎技能还是比较有信心的，虽然猎物还没有抓到，但是他要利用这个原木先做出来一个烤箱。阿水已经用工具把原木里面的纤维全部砍松了，接下来他只要利用木棍从一头发力，一个天然圆形的烤箱就诞生了。当他刚把烤箱搬回去，他好像听到了声音，他赶紧去陷阱查看，而陷阱确实也有收获。接下来他又利用工具在河里钓上来了一条，他把鱼清理之后直接放进了烟筒里，这是一个天然的烤箱，而且这种木头烟熏出来的鱼肉会非常的美味。紧接着他又把捕获的蛋白质也放进了烤盘上，由于有些人不喜欢这种美味，我已经尽可能做了处理，此段请选择性观看。当肉的油脂被烤出来之后，空气中散发着烤肉的香味，阿水也把食物拿了出来，开始大口的朵颐这丛林的美味。吃完东西过后，刚要躺下的他已被暴风袭击，此时雷声已经响起，外面的雨也开始在天黑之后一跃而至。与其饿着肚子睡不着觉，不如把熏好的鱼直接干掉。吃饱之后，他给火床下面加了一些柴火，外面的雨一直在下。谁又能想到这棵大树里面还能躲着一个人呢？这个运用智慧和双手构筑的小小树洞，变成了雨林中最温暖的所在。让阿水不知道的是，当他睡着之后，他没有收起来的陷阱，竟然给他捕获了一个他意想不到的。